你是这铺中守碑的仆役吧？去，唤你家掌柜出来。我就是掌柜，你是来买踏纸的。粗布短打，满手墨污，怎么看都不像能写出道韵的高人。这铺中那些诗词碑文，都是你踏的？不然呢？店里就我一个人，不是我难道是鬼不成？刚印好的，10文钱一张，概不赊账。看来苏清仙果然被骗了，区区一介凡人，也敢冒充隐士高手。江畔何人出剑月？江月何年出赵人？这等足以名垂千古的诗句，怎会出现在这破店铺里？混了我足足30年的道心桎梏，竟被一张随手递来的踏纸打破了。前辈的文道修为，已到了我无法想象的地步。晚辈有眼无珠，冒犯前辈，求前辈留我在拓铺听用。晚辈愿做牛做马，绝无二心。哎，你干什么？我卖你张纸，你磕什么头？穿这么好还来我这儿活干，怕不是家道中落的大小姐没地方去了。不过后院倒确实缺个研墨的。行了，别跪了，后院还缺个研墨的，包吃住但没有工钱，干不干？晚辈愿意。玄幽黄泉石，啊！这墨雕竟是玄幽黄泉石，还有这水是云淼龙鳞泉，三生造化台。前辈竟让我用这等至宝研墨，这是在考验我的心性根基。愣着干什么？赶紧研墨啊！耽误了生意没晚饭吃。还行，这大小姐干活倒是肯出力。这破系统有完没完？天天给10倍，你倒是给我个功法什么的，让我修炼。呸，垃圾！叮，第2阶段任务开启，为燕香拓铺招募2名员工，任务完成奖励升级拓杯配方。招人？我这破铺子连个顾客都没有，招人吃白饭啊？抠死你算了！贴了也白贴，店铺开在这犄角旮旯里，谁看得见啊？阁主，大事不好了！山阴老祖的魂牌碎了！什么？敢伤我师妹，本座定要他付出代价！传令下去，黑煞营5000弟子即刻集结！不管对方是谁，本座都要他付出代价！我就说吧，没人来。店主，今日的墨已研好了。放那儿吧。对了，你昨天的活干得还行，今晚加个鸡腿。多谢店主，能在这铺中干活，是多少修士求都求不来的造化。店主竟还要贴告示招人，久违压迫感好重，此人是何来历？堂堂正德书院院长，竟在此处给一个拓印匠研墨，真是可笑至极。玄阴子化神巅峰修为加上黑煞军阵，我根本不是对手，这可怎么办？哼，正好你也在这儿，今天就让你和这破铺子一起灰飞烟灭！好强大的威压，我快顶不住了。功法反噬，不可能！一张破纸怎么可能挡住我的阴煞大法？想不到前辈随手贴在门窗上的东西，竟有如此神威。
列阵，黑煞诸天阵，把这鬼地方连同这座山一起给我抹平！就算死，我也要挡住这一击。30张可算拓完了，系统你赶紧把奖励给我结了。丁，任务完成，解锁第2块尸碑望月，已投放至后院，请宿主查收。又一块，行吧，抓紧投完，赶紧卖钱。山脉虚影，这威压是从拓扑后院来的，这不可能！好被千年才打造的黑煞影，华山巅峰的玄阴子和黑煞5000死士，竟然被一张拓纸给灭了。店主的修为也太可怕了。这张还行，回头摆到架子上卖。今天风也太大了，把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儿都刮到门口来了，这让人怎么做生意啊？小梦，你出来一下。店主有何吩咐？你看看，这门口脏成什么样了，赶紧扫干净，别耽误做生意。是，晚没这就收拾。院长快跑！玄阴子杀过来了！院长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能为前辈扫地是我的荣幸。我感应到这边煞气通天，怕你有危险。玄阴子呢？黑煞营呢？被店主一张踏纸给灭。什么？公子，我是个远走他乡的乞丐，寒蝉用尽无处可去，求店主收留。不乱研墨、扫地、洗杯都行，分文不取，管饭就够。你说的啊，分文不取，绝无半句虚言。行，后院正缺个干粗活的，你全包了。多谢店主收留。又多了个帮忙干活的，后院总算能清闲点。院长，你们走了，那书院怎么办？清源呐，你现在也是元婴境了，是时候承担一些责任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正德书院院长正式由你接任。对了，系统刚才是不是又发了块新的？系统你是真有病，怎么一次比一次脏？这玩意儿是人踏的。这块你先洗，洗不干净不许吃饭。安得广撒千万间，这是师道宗主的手笔。成了，500年瓶颈，我终于找到自己的文道之路了。我靠！我让你洗石碑，谁让你拿口水洗了？公子大恩，晚辈无以为报，愿终身侍奉。行了，别拍马屁了，洗完了就去收拾胸纸，别在这儿摸鱼。先天灵纹纸，万霄神烛，这可都是有价无市的仙物啊！丁，第1阶段任务已完成，系统即将升级为2.0模式。哼，我倒要看看这抠门系统还能整出什么花样。丁，系统2.0已升级完成，新任务：凿刻《论语》石碑，请宿主无纹碑上刻有儒家经典，完成后将解锁全新拓印体系。你有病吧？之前好歹给我现成的碑让我拓，现在要我亲手刻。系统，你是不是想累死我？店主在跟谁说话？莫非是在跟大道本源沟通？这等境界果然不是我能揣度的。算了，跟系统较什么劲儿？我还是刻吧。怎么突然起风了？怪凉的。今日宴请诸位，恭贺我大夏文运昌隆，成道玉鼎光华日盛，乃是
国运兴隆之兆。陛下圣明，大夏万年。怎么回事？陛下，玉鼎碎了！这是何人所为？陛下，西南方向有浩瀚文道之力，硬生生抽走了我大夏70%文运。国师可否殉道？回陛下，此人邪术窃走我大夏文运，导致国运崩塌，长此以往，民不聊生。备齐10万大军，朕要亲自率军开拔，拿下此贼，夺回大夏国运。刻了快半拉元才这点进度，破系统除了催进度啥也不做。第2阶段任务发布，委托部招募3名员工，完成后解锁全新功能模块。招人？店里10天半个月见不着一个客人，招人吃白饭啊？抠门也得有个限度。店主，今日的墨盐好了，放边上吧，回头你写张招工告示贴门口，包吃住没工钱。什么声音？山崩了！是军阵煞气，数量极多，修为最低都是筑基期。大胆贼人，窃取大夏库运，毁我成道玉鼎！给我拿下此贼！查封铺子，切勿伤及无辜！墨渊，劫文道守镇。是店主的踏纸。区区障眼法，也敢在朕面前放肆！雕虫小技也敢献丑，真当朕治不了你！不是大小皇室的斩龙剑法。拼了，绝不能让他惊扰到店主。外头吵吵什么呢？还让门！你这风怎么这么大？陛下，陛下，你怎么样了？不可能，区区一个拓杯将，怎么可能挡得住朕的全力一击？陛下，此人邪术诡异，寻常手段怕是对付不了。臣家中祖传一块儒道道手法言玉牌，可请儒道道手降临，有道手出手，定能平息事端，夺回大夏文运。好，快请儒道盟首，朕要他碎尸万段！这是儒道道手降世的气息。儒门圣尊，求您为大夏做主，此贼窃乱文运，祸乱人间，还请圣尊主持公道。何方道友强言文道气运，扰乱世间秩序，还请出来一见。真的是儒门圣尊，儒门的当代道主。没完了是吧？刚开张就天天有人闹事，还做不做生意？这什么情况？组团来买拓纸的，也不用行这么大礼啊！这位先生，你站那么高不怕摔着啊？赶紧下来，摔着了我可赔不起。就是你窃取大夏文运，扰乱文道秩序。什么文运武运的？我就是个踏碑的，要踏纸就买，10文钱一张，不买就赶紧走，别挡着我做生意。好个牙尖嘴利的小辈！今日我便与你论道辩法，你若输了，便随我回儒门领罪受罚。论什么道啊？我没空跟你瞎扯，我背还没刻完呢。刚踏好的字帖，10文钱一张，你看完赶紧走，别挡着我门口做生意。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这是突破了！合体之上是大成期，如堂道手大人突破了！困了我整整3000年的瓶颈，居然被一张随手踏出来的废纸打破了。这不是邪术，这是真正的文道本源。哎，你要不要啊？不要还给我，费我半天劲儿拓的，别给我弄脏了。前辈，这碑文是您所书？废话，不是我踏的，难道是你踏的？
晚辈有眼无珠，冒犯文道始祖，罪该万死，求前辈恕罪。完了，朕这次踢到铁板了，还是诸天万界最硬的那种。哎，你干什么？我就卖你张纸，你磕什么头啊？赶紧起来！求前辈允许晚辈留在拓扑修行，晚辈愿打理拓本，侍奉文道，绝无二心。你要留下来干活？留下也行，就负责拓印碑文、整理宣纸。丑话说在前头，包吃住没工钱，偷懒耍滑就扣伙食，能接受吗？能，晚辈能接受。多谢前辈赐下机缘。行了行了，别磕了，赶紧起来，一身灰看着都脏。回头先把院里那块碑擦干净。快扶朕过去给前辈赔罪。前辈恕罪，晚辈有眼不识泰山，之前多有冒犯，求前辈降罪。你又是谁啊？怎么一个个都爱下跪？我这店都快成磕头庙了。晚辈是大夏皇帝李长风，之前听信谗言冒犯前辈，特意来负荆请罪。晚辈愿倾尽国库积蓄，买前辈1000张拓纸，只求能弥补之前的过错，还望前辈赏脸。1000张，你全要？全要，全要！前辈的拓纸乃是传世至宝。行吧行吧，算你识货。言人，去后院搬1000张拓纸出来，点清楚了。是，前辈。文玉回来了，比之前更盛了。前辈大恩，大夏皇室没齿难忘。朕即刻下旨，在文芒山下为前辈立庙，作为文道圣师世代香火供奉。行吧行吧，随便你。买完就赶紧走，别堵着影响我做生意。是，晚辈这就走，不打扰前辈清修。得赶紧把剩下那半篇刻完，解锁新功能，多赚几单。未刻完的石碑就有如此威能，前辈的境界真是深不可测，我辈毕生难及万一。招工的人总算凑得差不多了，赶紧刻完拉倒。天天蹲着刻石头，腰都快断了。终于刻完了，可累死我了！这破系统下次再让我刻碑，说什么也得加钱。文道本源，这是真正的文道本源啊！丁，《论语》石碑镌刻完成，系统升级至3.0版本，解锁全新业务模块，画符功能，配套符谱已发放，新任务同步发布，请宿主自行查看。升级了，还解锁画符了，这破系统总算干了件人事。张雪痴，这家伙还真是阴魂不散。解锁画符就给本破谱，连套像样工具都不送，抠门真是刻进骨子里了。店主，后院所有石碑都擦拭完毕了，行，放那儿吧。没事你就大几张唐诗碑的拓片，摆前面架子上等着卖。是店主。言人，出来与我论道斗法，今日定要分个高下。言人，你在干什么？张玄师，不得对前辈无礼，速速退去。无礼！你堂堂儒家道手，居然在此打理持阶，你定是被邪术蛊惑了。就是你这邪祟蛊惑了儒道道手，今日我便替天行道，收了你！藏头露尾的道友，出来与我一战！锁天大阵，你居然真的练成了！要不然你以为我为何自信满满的找你论道？张玄师，你敢在前辈门前布下禁咒，会惹下滔天大祸的！我今日就拆了这破铺子，救你出这邪祟之地！我已再三劝告，你若一意孤行，日后惹下滔天大祸，休怪仆人不曾提醒。怎么回事？大白天的突然这么闷，谁呀这么缺德，往我家窗户上贴冥币？晦气！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区区一张招财符，居然破了本座的锁天大阵！
哪个杀千刀的敢砸坏老子的房顶？你谁啊？你上来就砸我家房顶，赔钱！你用的什么邪术，竟能破我的锁天大阵？什么阵不阵的我听不懂，你砸坏我房顶就得赔钱，少废话，拿银子来。糟了，出门重法急着赶路，半毛钱都没带。没钱？没钱就留下来帮忙干活抵债。什么时候凑够修房顶的钱，什么时候放你走。放肆！我乃福道宗师张玄师，你也配让我给你打工？我让你唧唧歪歪的。你封了我的修为，一张普通五雷符怎么可能封住大重器？我早劝过你，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现在还嘴硬不？要么留下干活抵债，要么我把你扔去山脚下喂狼。我干！你以后就负责盐朱砂、裁符纸，给我打下手。干好了有饭吃，干不好就扣饭。我堂堂福道宗师，竟然沦落到给别人打下手，这要说出去岂不被人耻笑？先天灵纹尺，这可是福道传说中的至宝，有价无市。凤凰为玉无比，万年血雨杀，这每一样都能引发修真界大战啊！现在知道前辈的厉害了吧？好好干活，别不知足。用这等至宝画符，就算是个凡人画出来的符也能毁天灭地呀！这符怎么这么难画？手都快酸死了。原主修为真是不得了啊！这符还没画成，我竟然就感觉到上面的恐怖威压了。敕令符，听起来挺厉害，画一张试试。天地敕令，这是天地级别的至高符箓，我修符道数千年，连听都没听过。画的歪歪扭扭，也不知道管不管用。好想吃前世的烤鸡啊！这就自己飞了。此番下界游历，若能寻得几件奇珍，正好带回给父王贺寿。殿下天资卓绝，刚突破合体期便敢游历四方，陛下知道了，必然欣慰。殿下，前方就是文芒山地界，传闻近日异事频发，我们多加小心。天地气息，凡间竟有这等宝物，若是夺来献给父王，定然胜过寻常其中100倍。殿下！金光威力太强，我们靠近不得。快，立刻回去报妖皇陛下。好肥的鸡啊！大胆凡人，竟敢用天雷劈本公主！我要把你挫骨扬灰，连神魂都炼成灯油！叽叽喳喳的说什么呢？你放开我！卑贱的凡人也敢碰本公主！我父王是妖皇，踏平你这破山轻而易举！看着瘦不拉几的，掂着还挺沉，就是毛太少了，烤着不知道好不好吃。你敢！我可是妖族9公主，你吃了我，妖皇殿100万妖兵踏正整座山！这么大的鸡，干烤的话，肉质会不会太柴了？我错了，前辈，求求你不要拔我的羽毛！刚刚是什么动静？走，过去看看。妖皇印记，她是妖族公主，殿主使不得。这是妖族9公主叶九溪，是妖皇最疼爱的小女儿，杀了她会引发人妖2族大战，千里疆域生灵涂炭呐！前辈，人妖2族100年和平来之不易，真打起来死伤无数，因小失大不值当。就这熊样，连我都打不过，也好意思叫妖族公主？前辈修为深不可测，岂是区妖族公主能比拟的？那我不管。还有你看，他在我院子里撞出这么大个坑，难道不用赔吗？公主，这时候你就别逞能了，万一真被烤了吃了，你父皇来了也救不活你啊！我赔，我什么都能赔，我还能干活，扫地、看门、报信都行，求你别吃我！您看店里还缺什么职位，不如让他去干，怎么样？门口倒是缺个招呼客人的。你们不是说她是妖族公主吗？那就让她变成鹦鹉帮忙迎客，也算将功补过。我才不！
还真能变成鸟。想不到系统奖励时自带的鸟笼，居然还能派上用场。天地法则符文，这符文不是早就失传了吗？怎么还有人会刻画？以后来客就喊欢迎光临，敢偷懒耍滑、出言不逊，就停你一天的饭。灵验是吧？本公主记住你了。等我父王找过来，看我不把你炼成灰灰，再把这破铺子夷为平地。别喊了，先吃饭。吃完赶紧熟悉业务，明天要是还不会喊，就扣你一顿饭。本公主绝不会吃你的残羹剩饭。龙鳞金脉，凤血稻谷，还是用灵泉蒸的，这都是妖族祭典才舍得用一粒的神物，他居然拿来当剩饭喂鸟。丁，员工招募任务完成，员工数量达标，系统升级至 4.0 版本，全新业务模块，神话人物雕刻，配套刻刀与上品灵石料已发放至后院墙角，请宿主查收。雕刻又解锁新活了，这次总算给了件像样的工具，没白忙。先刻条蛇，再刻只鸡，最后刻个牛，搞定。雕的也太丑了，跟泥巴捏的似的，回头再练练。就这破雕工，粗制滥造的，也好意思拿出来丢人，还没我族小妖刻的好。三界至尊的威压，远古烛龙、焚天神皇、青阳魁牛，这石雕里怎会有如此强大的气息？这股威压是远古神兽的气息，醇厚的像直面真神本尊。没错，这三尊石像每一尊都深不可测。前辈随手刻着玩的废物，都有如此威能。前辈的境界，我等毕生难及万一。陛下，公主在文盲山被一道天地金光击中，坠落后生死不明。什么？敢伤本皇的女儿？传我命令，召四大凶兽随我出征，踏平文盲山，救回公主。那是上古四大凶兽，秋季滔天、混沌唐瓮居然全来了！没错，四头凶兽全都是真仙期修为，传说他们联手屠灭过好几个宗门。区文盲山修士，竟敢抓本皇的女儿，朕要踏平这破拓扑，救回公主。真仙级妖威，是妖皇亲自来了，还有四股不弱的真仙气息，正好对应四大凶兽。来者不善，我们出去挡一挡。妖皇陛下，此处有隐士前辈清修，还请陛下移步别处，免得伤了人妖两族的和气。不错，陛下若是为公主而来，大可好好商谈。真动起手来，只怕陛下得不偿失。两个大乘机的废物也敢威胁本皇，给我冲！踏平这破铺子，救出公主！谁敢阻拦，直接吞了！真神之威要显化了。远古烛龙，这怎么可能？他不是几百万年前就消失了吗？这就是店主刻的那个叫烛龙的石像吗？这也太强大了！只是看了一眼四大凶兽，就将他们全部定住。焚天大阵，他是焚天神话，他不是在远古诸神战场上陨落了吗？原来是焚天神话，难怪能轻松拴住四大凶兽。青阳魁牛，他不是跟随第一道祖飞升外界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我的天，连青阳魁牛都出来了，店主不会就是大道本身吧？朕手下四大凶兽皆是真仙修为，竟然一招都撑不住！不，这不可能！吵死了！大中午吵个不停，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不对，这股威压，三尊真神坐镇后院，刚才打飞四大凶兽的根本不是阵法，是这三尊神像的威能。
此人到底是什么境界？晚辈管教无方，冒犯前辈，罪该万死。九溪，你留在前辈身边好好修行，听从前辈吩咐。父王先回去了。我父王身为妖族至尊，居然直接溜下我逃走了。这群人闹完直接跑路，一点规矩都没有。店主实在是太可怕了。丁，新任务发布。凿刻道德井10碑，完成后解锁文道本源深层权限。又刻碑，刚刻完《论语》又来道德井，你是想累死我啊？就不能给点现成的？紫色文玉是文道本源之力。我的符道根基居然在被淬炼。墨渊，我突破炼虚期了。我也是。合体后期，我的妖族皇室血脉竟然被提纯了，体内积攒的杂质都排干净了。刚刻3个字就起风了，这山上天气还真怪，早晚温差也太大了。如此浓郁的文韵，若是夺过来融入体内，我的修为定能一举突破合体期，触摸大成门槛。区区凡间拓扑能有什么高手？这等文韵注定是我鬼幽真人的机遇。欢迎光临。合体期，一只铲门的鹦鹉居然有合体期的修为，这怎么可能？此地关系我能否晋升大成境界，绝不可就此退缩。我就不信里面还有大能。2个炼虚，2个大成，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随便一个下人都比我修为高。买他纸啊，架子上都有，10文钱一张，自己挑，挑好了付钱。是来买他纸的，我买1张就走，不打扰店家。这人跑这么快，赶着投胎啊，银子还给多了。太可怕了，幸亏没动手，不然连灰都升不上。好刚正的阳气，不仅治愈了我多年留下的暗疾，竟连我的修为瓶颈都松动了。从今往后，我鬼幽真人弃恶从善，改名德昌真人，再不行阴邪之事。李道友留步！我听说极阴雪地的鬼幽真人来这文盲山，回去之后直接改邪归正了，可不是嘛？我刚从前面镇子听来的。鬼幽真人本来想抢文运，进去买了张拓纸，出来一身阴邪之气全散了，100年暗疾都好了。现在人家都不叫鬼幽真人了，改名叫德昌真人。真的假的？1张拓纸就能度化邪修？那要是我们买1张，岂不是也能突破瓶颈？那还有假？现在整个修真界都传遍了。山下人挺多啊，看来以后踏纸不愁卖了。回头我多踏点花样，咱们也摆个摊下去卖，多赚点钱。店主说的是，只是山下人杂，怕扰了店主清静。我等已经拦下了闲杂人等。没事儿，有人买东西还不好？做生意嘛，不怕人多，越热闹越好。竟能唤醒文道本，人间竟有这等人物。青阳童子，你去凡间一趟，查一查文盲山拓铺的主人，切记谨言慎行，不可有半分冒犯。谨遵师命。启禀先帝，文盲山异象又有变动。萧将军，你带一队天兵下界去文盲山一趟，若此人心性尚可，便设法拉拢，赐下仙位，引上天天。臣领旨。魔羽，去文盲山看看这所谓的文道始祖是什么来头，能拉拢就拉拢，不能拉拢就试探试探深情。谨遵魔尊之命。这个月卖了不少踏纸，晚上加菜，给你们炖肉吃，管够。多谢店主赏赐。店主仁慈。我感受到3道远超大成期的气息正飘向这里，3界的大人物终于还是被惊动了。就看这3位识不识时务了，真敢闹事，前辈随手就能灭了他们。炎香大铺邪乎的很，如手擦杯，福宗研墨。妖族公主挂门口当门铃，1张踏纸就能破瓶颈，那店主铁定是隐世文道始祖。
凡间修士以讹传讹罢了，如讹到手何得了？岂会屈身做杂役？小小拓扑也敢称始祖，未免太过夸大。若是招摇撞骗，直接拆了便是。欢迎光临。合体期，一只看门的鹦鹉竟有合体期修为，不对劲，这铺子水比我们想的深。2个炼虚期打杂，2个大成期做杂役。燕人张玄师皆是一方巨宝，在此竟如同仆役，后院之人深不可测。刚踏好的，10文1张，自己挑。道基在颤，这拓纸有本源气息。 3张25文，概不赊账。我卡了100年的道金桎梏竟在松动，我一身征战攒下的博杂军煞，竟被这纸上文气瞬间纯化了大半。我淤积万年的魔窍都被撬动了，快走，找僻静处调息稳住。哎，跑这么快，钱给多了啊？一个个看着人模人样的，买张踏纸跟做贼似的。方才险些道基不稳，当众出丑，一张普通拓纸便有此等本源威能，店主的境界实在深不可测。我原本只是奉先帝之命前来查探，如今看来，此人绝不可招惹。魔尊殿下本还让我试探深浅，这根本就是找死。我这就传讯回道门，让师门不必再派人来，免得冲撞了前辈。你们看，后山有宝光，这灵气汇聚的势头，像是有惊天至宝要现世了。10日下来，每日拓纸都能温养道根，此等机缘万金不换。山下修士越来越多，传闻已经传遍周边州府。守好规矩，莫要惹前辈不快。丁4.0雕刻业务验收完成，3尊石像触发真神级威能，击退真仙级敌人，任务达标。系统升级至 5.0 版本，解锁奇道业务模块，发布任务：镌刻3局残局于石桌，触发至少1次大道顿悟。什么玩意儿？老子5子棋都整不明白，你还让我下围棋？破系统净整些没用。这是奇道本源气息，奇道本源，我苦修3万载，推演天下棋局，从未触碰过这等本源之力。这铺子里到底藏着什么？3层暗线嵌套，寻常残局至多藏1手后招，这局竟有3重变化。前3局倒还相对简单一点，这第4局棋路环环相扣，看似处处死路，实则暗藏生机，倒是有些意思。不可能，第5局我推演了300种走法，竟无一路能活，这根本就是死局。终于搞定了，饿死我了。一只狗还看棋谱呢，你看得懂吗？区凡人敢这么和我说话，若不是本座不想暴露自身，早就一脚把你踩成肉泥了。这棋子摆得歪歪扭扭的，堵得严严实实，看着都别扭。哼，你懂什么？这就叫传世棋局。把黑子放这儿，白子往这边挪一步，路子不就通了？死棋都能下活喽。中午吃什么呢？好纠结啊！边角废位，这2处明明是必死的弃子，怎么可能是破局点？第7子落下，死局居然活了！他随手2指就破了我推演万年的死局。随手点破我推演万年都解不开的死局，此人定是隐世的大道尊者，能留在他身边听到，是我白泽毕生难求的机缘。你这大白狗长得还挺威风，想留在这儿也行，正好缺个看门的，包吃住没工钱，能接受不？那是太古瑞兽白泽，金仙巅峰的存在，竟给凡人下跪，连白泽都甘愿跪拜，店主的境界根本不是我等能揣测的。幸好没动手，真闹起来，我们连店主面都见不到，就得被这瑞兽拍死。前辈果然是隐山道尊，连白泽都甘心为仆啊！我的天，那可是上古瑞兽白泽，居然甘心当看门的，那还用说？店主绝对是道祖级的大人物。
好强的灵气波动，是白泽前辈要突破了。不过一局残棋，竟能助金仙巅峰破境，店主的手段当真深不可测。太乙，白泽前辈竟仅凭几局残棋就突破到太乙境了。我征战天庭千年，见过的天纵奇才不计其数，却从未有谁能这般轻松破境。店主的奇道本源，当真是恐怖如斯。连看门的都是太乙境大能，这铺子的底细，我们这辈子都摸不透半分。前辈赐下的机缘，我白泽毕生难报。此后这文芒山便是我镇守之地，绝不让任何宵小之辈惊扰前辈清修。区凡间拓扑能有什么高手？等老子抢了拓本回去参悟，定能一举突破大成期之谷，迈入真仙境门槛，称霸整个北境。哇，是太乙境神魂！再让我见到你，让你神魂俱灭！只差最后一步，本座隐忍10万年，今日定能突破金仙，执掌3界水族。怎么回事？我的气运是谁在抽走龙族本源气运？文芒山是吧？夺我大道，我定要你血流成河！丁，奇道任务完成，3局残局交课完毕，触发太古瑞兽大道顿悟任务达标。同步发布新一轮招工任务，招募1名新员工，扩充拓库人手。又招人？这破系统就知道招人，工资你给啊？天天包吃住没工钱，我上哪儿找愿意留下帮忙的人去？真是抠门倒家了！大胆鼠辈，竟敢偷取龙族本源气运，毁我金仙大道，给本座滚出来受死！小小真仙也敢在前辈门前放肆，现在滚！饶你一命！区一条成精的白狗也敢拦本座，简直是螳臂当车，自寻死路！什么？气运流失的更快了？这铺子里到底有什么东西？墨龙图引动龙族本源了，龙皇这是踢到铁板了。就是你这破话，毁了本座的金仙大道！本座今日便撕了你这鬼画符，夺回龙族气运，自寻死路。一幅随手画的破画就能震伤真仙巅峰的龙皇，这又是店主亲自动手，3界还有谁能挡得住？之前听闻龙皇纵横海域10万年，连天庭都要给3分薄面，如今竟连一幅画都敌不过，当真是世事难料。幸好魔尊殿下没让我硬闯，不然别说抢拓本，我连这院门都进不去，就得变成一滩飞灰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先撤回东海，日后再想办法报仇。困死我了。这是什么？哪儿来的大蜥蜴？长得黑不溜秋的，还浑身是伤。不过看这花纹，倒和墙上那幅画挺像。放肆！本座乃东海太古龙皇，你区凡人，竟敢将本座认成下贱蜥蜴？怎么可能？我的修为被一个凡人随手封住了。正好墙上画了墨龙，就捡这蜥蜴当活招牌，放鱼缸里给客人看，没准能招揽不少生意呢。真仙巅峰的龙族至尊，被店主随手捏成了泥鳅。店主的手段早已超出3界，得找个东西给他养着，摆门口最显眼的地方。我记得店里有个闲置的鱼缸来着，放哪儿去了？找到了，脏是脏了点，算了，凑合着用吧。行了，你就先住这儿吧。本座乃堂堂太古龙皇，竟被养在凡俗鱼缸里当观赏物，奇耻大辱！那可是太古龙皇啊，他竟然就这么被关在了鱼缸里。店主的修为实在是太恐怖了。那是太古龙皇，居然被店主养在鱼缸里当观赏鱼。幸好当初我服软服得快，老老实实当门铃，不然说不定下场比他还惨。这么一想，每天还有灵米饭吃，待遇也算不错了。这黑蜥蜴往这儿一摆，保准能吸引不少客人。等过2天再喂点东西，养得精神点，这笔买卖值。
听说了吗？店主把太古龙皇养在鱼缸里当观赏鱼，我特意赶了3天路过来，就为看一眼真容。真的假的？那可是真仙巅峰的龙皇啊，纵横海域10万年的主，怎么可能被当鱼养？前辈神通广大，区区龙皇算得了什么？都排好队，小声点，别吵到前辈清修。幸好当年我跑得快，没硬闯进去，不然说不定也被扔鱼缸里当观赏物了。连太古龙皇都栽了，这拓扑的水比整座想的还要深，看来我得亲自去查探一番。丁，画道业务达标，墨龙图引动全龙族气运共鸣，3界水系法则自行调谐，任务完成。啥达标不达标？不就随手画了条破龙，还能引动啥法则？你这破系统天天净说些听不懂的胡话。有朝廷出面打理，山下秩序定会愈发妥当，也免得扰了前辈清修。陛下有旨，文芒山乃文道圣地，我等需尽心侍奉，万万不可有半分怠慢。玄威真人，道门尚待掌教，按辈分我得喊他祖师爷。隐世3万年的半步大罗，那可是凌驾于太乙之上的存在，他居然亲自来了，连这种隐世老怪物都被惊动，今日怕是要有大事发生。咱们千万收敛气息，万万不可冲撞玄威真人。那是玄威真人，传说中半步大龙的道门巨病。别大声说话，千万不要惊扰前辈。想要哪种拓纸自己看，明码标价，10文起步。店家，我不要寻常诗文拓片。那你想要什么？墙上的画拓也有，价格稍贵。便是墙上那幅墨龙图的拓片，劳烦店家取来1份。这个15文，比普通拓纸贵5文，画起来费墨费纸，不讲价啊。好，多谢店主。这仅仅一张拓纸，竟蕴含完整龙族水系大道。我卡在半步大罗3万年的瓶颈，居然出现裂痕了，万万不可失态。若是惹得店主不快，这点机缘怕是会瞬间消散，我万万承受不起。看你老人家仙风道骨的，倒是爽快，不像前几天几个客人为了2文钱磨磨唧唧砍半天价。多谢店主赏赐，老朽这就告退。至于吗？就买张画而已，这年头怪人真多。前辈，您说玄威真人此番能再进一步吗？玄威前辈隐世3万年，此次出山竟因一张拓片闭关，当真是匪夷所思。半步大罗已是人间巅峰，能稳固境界，便已是天大的机缘了。前辈大恩大德，晚辈无以为报，愿终生庇护拓扑安宁。玄威前辈竟甘愿坐镇后山，这是心甘情愿为前辈守门啊！半步大龙都甘愿屈居于此，店主的境界早已超出3界之外了吧？幸好我们当初没敢放肆，不然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丁，书道业务将于3日后开启，配套法帖与狼毫笔已在筹备发放。丁，书道业务正式开启，发布任务：临摹完成一帖法帖，废道运可补全失传法门。又来活了，天天刻碑画画还不够，还得练字。你这破系统是想把我累死是吧？这破字怎么就写不好？店主，这些废纸如何处置？装订一下，摆前面货架上卖吧，1文钱一册，能换点墨钱是点。这废稿上有书道余韵，给我1册，我先看见的。都别争，1人1册。这般浓郁的本源书气，万万不能磕碰分毫。收好，回去细细参悟，机缘难得，贴身收好，绝不能损坏一丝一毫。区区1文钱的废纸，3位大能竟视若至宝，定然藏着无上书道。咱们下山可得多多宣扬。燕乡拓扑废稿蕴含失传书道，无论耗费多少灵石，我们都要购入几册。哪怕倾尽宗门积蓄，也不能错过这等补全道统的机缘。这位书生步履匆匆，莫非也是来求书道废稿的？我苦寻上古书道100年，听闻此处有道运残稿，今日定要求取，解开自身道炉困局。这笔锋，这气韵，竟是失传的上古书道笔法。
晚辈沈墨之，多谢前辈点化之恩。谢我干啥？你要买拓纸啊？10文1张，自己挑。晚辈愿留在铺中打杂，抄写标签，整理货品，管饭就行，分文不取。行啊，正好缺个理货的，你留下吧。悬浮的标签，字里都带着道韵，太神奇了！书到出世，此等机缘绝不能错过，强夺不可取，便亲自走一趟吧。太乙巅峰的魔气，是万道魔尊，他到时去，没敢闹事。那黑袍人气息好深，我竟看不到他的跟脚。是万道魔尊，没想到连他都甘愿排队，当真是奇闻。这标篇卖吗？标签不卖，就是贴来分类的。你要买拓纸还是废稿？就要这张。哎，给多了，找你钱。本源道玉，竟能封死我本源破绽。店主的修为实在太可怕了，难不成他是道祖境强者？我苦修数万年，卡在太乙巅峰，始终无法再进一步。体内本源破绽日积月累，连魔域至宝都无法修补。可店主随手写下的一个字，竟直接将所有破绽封死。瓶颈第一次出现松动，这般文道之力，早已凌驾仙魔所有功法之上。你们看，魔尊闭关之处魔气冲天，他定是借着那张废纸突破修为。仅仅一页废弃记账纸，就能撬动太乙巅峰的修行壁垒。店主的机缘实在逆天。往日魔域功法皆依靠杀伐进阶，戾气深重，极易滋生心魔。可店主的书道温润包容，非但不会与魔源冲突，反而能启动万年业障。我等每日排队等候，也是为了借拓稿稳固道心。之前魔尊还动过强行抢夺拓稿的心思，如今亲身感悟文道，怕是再也不会生出寻衅念头。我等回去之后，也要约束门下修士，安分守礼，排队求拓。今日参悟收获巨大，回去传下魔月禁令，全族修士只可平价购买拓稿，严禁使用武力威逼他人，更不能冲撞燕乡拓铺。丁，书道业务超核完成，7.0阶段任务全部达标，12日后解锁全新补道。奇化书3道已经带来无尽机缘，如今又要开启补道，我定要每日早来排队，抢占先机。连万道魔尊都放下身段排队，新道开启之日，想来3界大能都会齐聚山脚。这些云层形成的卦符是开天初出的上古道纹，年代比我自身存在还要久远，寻常大罗修士都无法看懂分毫。店主即将解锁的补道底蕴深不可测。今早的云长得歪歪扭扭，像吴乱画出来的棋盘格子，看着倒是挺有趣。我们3人钻研卜算之术近1000年，面对这片云层卦象却一无所获。店主只是随意一破，就能道出几分形似，差距宛若云泥。再过9日占卜道便会开启，这段时间我们每日提前2个时辰排队，多积攒几份书道拓稿，也好为后续参悟卜道做准备。我会传讯魔域各族修士，告知卜道即将出世，叮嘱众人不可喧哗争抢，维持山脚秩序。此人周身环绕浓郁推演道运气息，定然是钻研天地法则的顶尖大能。卦象专门引他前来，求取店主补道拓口。云层自行化作引路卦象，这般异象万古难遇，今日定能见证全新大道出世。连天地都主动为大能引路，足以证明文道占卜术的地位有多崇高。丁，全套补道器器发放完毕，主线任务更新，将补具整齐陈设，可推演遗世万古的天地法则脉络。刚忙完奇化书3道，又堆一堆看不懂的卜算古书，天天新增任务，半点清闲日子都不给我留。仅仅6爻，便能补齐我推演天道缺失的核心根基。店主随手搁置的古书，竟是诸天卜算的源头根本。今日总算寻到毕生追寻的大道本源。单单搁置一旁的补具，散出的气息就能撼动金仙道经，占卜道的威力远超我们先前设想。姬阁主钻研天机，推演万载，今日终于寻到突破机缘，我们切莫上前打扰，静静等候补道拓片产出即可。院内正在参悟上古补道，诸位保持安静，切勿喧哗，惊扰院内之人。
仅仅3日观摩补具，便从金仙巅峰突破太乙初期。店主每一道业务都是诸天难求的无上机缘。从前各大宗门为一卷残缺补书厮杀万年，如今完整推演道就在此处。我们每日安分排队，已是天大福分。晚辈精通诸天天机推演，往后院内补具打理、挂稿拓印，全部交于我来，绝不耽误店主日常营生。丁，新员公募任务完成，补道业务模块正式解锁。失传9万年的推演法门完整现世，此道能够补齐我道统万古缺失的核心根基，必须亲自下山求取拓本。补道可推演3界灵气运转规律，事关天庭万年道统传承，不容错失，即刻动身前往文芒山。此卦道可看破心魔根源，化解魔域世代杀伐业障。我不能再拖延，立刻启程。补道推演之术最契合天庭天道运转，这份周易拓本理应由我优先求取。古术本源诞生于上古道门，按天道规矩，应当由我道门先行参悟。我魔域亿万族人常年被心魔困扰，唯有此卦道能够根治，还请二位退让。殿内殿主的修为深不可测，稍有不慎波及院落，我等3人今日都难以全身而退，万万不可肆意动武。原来有3份完整踏本，刚好我们3人各取1份，无需在此对峙，下山排队依次购买即可。此法最为公允，放下至尊身段排队，方能表达我们对文道道源的敬畏之心。不错，遵守拓扑规矩，安分排队，不可依仗修为特殊诱。踏纸在架子上，自己挑。3份周易踏本，有劳店主。3张30文，钱给多了啊，算了，不找了。多谢店主。店主每日拓印如此多份，可需人手帮忙。店里人手够多了，再来人饭都不够分。你们买完赶紧走，别耽误后面排队的。今天这几个客人出手倒是阔绰，一块灵玉顶好几百铜钱了。完整推演法门9万年了，道门这道残缺终于补齐了，方才差点没压住气息，在店门口失态。天庭轮回推演之术与这补道同源，有此踏本，天庭万年基业可再上一层。3块灵玉换9万年失传大道，这买卖做得值。我魔域亿万族人常年被心魔困扰，此前单凭一张废纸便已松动瓶颈，如今拿到完整踏本，此番恩情不可不记。回各自道场闭关3日，参悟之后再定后续。踏铺规矩不可破，往后若要再求踏本，仍按评价排队，不得以修为施压。说得不错，店主能随手给出这等机缘，其境界远超我等想象。以势压人，便是自取其辱。青阳童子，师尊有何吩咐？传谕3界，文芒山燕香拓铺列为上宾禁地，无论仙魔妖佛，胆敢冒犯者，3界共诛，绝无例外。3界共诛，师尊，这谕令一出，照办便是。道门9万年残缺，店主一张踏纸便为我补齐，这份恩情，3界共诛亦不为过。你去一趟天庭和魔月，先帝与魔尊自会同传此谕。一介凡人随手补全道门9万年残缺，这等境界无从丈量。丁，文道本源已获3界至尊认证，终极指令触发，要求将碑齐画书占卜5道合一，镌刻总碑完成本源闭环。任务完成后将解锁纪元最终阶段。5道合一，你干脆让我把整座山都刻成碑得了，还纪元最终阶段，我就想卖个踏纸，你至于吗？店主又在沟通大道本源了。5道合一，文道纪元要彻底成型了。我等能亲历此等纪元更替，已是毕生造化。来都来了，刻就刻吧。碑道、棋道、画道、书道、卜道，5道合一，你这是要累死老子！一天刻6个时辰，腰都快断了。5道纹路层层嵌套，前辈的手段已超出修行范畴了。每一道都在重塑文皇山的灵气走向，
这等伟力，我等连旁观都觉得失礼。那纹路，我看着像书帖，又像卦象，4重信息竟能融在一处。何止4重，碑棋画书卜5道尽在其中。每一刀下去，文芒山的灵脉就壮一分。等5道彻底合一，这片天地怕是要天翻地覆了。刻了7天7夜了，这破碑还没完没了，再这么下去手都要废。丁，5道合一完成，文道本源彻底锚定，文道纪元阶段即将开启。总算刻完了，触感倒是挺舒服，比我那张破木床还暖和。本源已锚定，后续业务模块将按需解锁。当前纪元阶段，文道初期。文道初期，还有中期、后期，你这是一点都不让我歇啊！方才那道目光，不在3界之内，也不在天外大罗位面，比大罗更高，像是混沌深处的存在。店主辛苦了，后院清光方才冲天，可是总被落成了。落成了，刻了7天，差点没累死我。对了，晚上还有剩饭没？厨房温着粥，我这就去端。大白，你盯着天看什么呢？有飞鸟啊！山上灵气又暴涨了1倍，我金丹期10年的瓶颈，最近隐隐松动了。我家掌门亲自排了3天的队，回去就说瓶颈松了。现在整个宗门都把燕香拓铺当祖师堂供着。还好队别急，总杯余韵每日都有，急不来。大罗之上的气息，远超3界层次。这股气息连大罗都远远不及，是会混沌道祖。龟甲世纪，来者非敌非友，不可预判。此地乃文道圣地，闲杂天外之人不得擅入，还请原路退返。随手一指便破了我全力催动的灵域，此大罗强者远超3界所有至尊。这位前辈身上的力量，比道门始祖还要恐怖100倍。真是不好意思，光忙着泼水了，没注意到你。一盆脏水竟能重创我大罗道界，这片人间的文道源头，恐怖到超出天外所有记载。实在对不住，没看见你站这儿。店主不必赔礼，是晚辈贸然到访，惊扰了您日常营生。区凡浅，蕴含的力量足以覆灭大罗位面，晚辈不该贸然到访，还请前辈恕罪。仅仅靠近便引动5道法则反击，若是指尖真碰到碑身，我的神魂会当场溃散。这总碑乃是诸天第一道源。想来是想要总杯踏本，10枚铜钱1份，拿好。谢前辈赐宝，大恩大德，晚辈没齿难忘。晚辈身上所有天外至宝尽数赠与店主，聊表求取拓片的谢意，还请您收下。开店明码标价，只收铜钱。这些珍宝我留着无用，你尽数收回便可。
文道纪元已然锚定，诸天格局即将重述，晚辈告辞。罗天瑶大罗根基受损，仅因凡人店主一盆脏水，此事不可等闲运之。罗天瑶不过一介文部监察，被凡间障眼法唬住也属正常。本座亲自动手踏平那间拓铺，碾碎所谓文道源头。天怎么黑了？我喘不上气儿了。是杀伐威压，我体内灵力直接被冻住了，动都动不了。都趴下别动！这是大罗境强者，谁抬头谁死。区凡间拓铺，也配称文道源头？今日本座便亲手碾碎他。前辈息怒，此地主人修为深不可测，还请三思。半步大罗，也配在本座面前开口？战皇阁下，店主与世无争，只安稳踏碑营生，还请前辈原路退返。区太乙瑞兽也敢拦本座去路？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你别想踏进这扇门！不自量力！完了，如此强大的一击，都足以打碎一片山脉了。吵吵闹闹一上午，还让不让人好好踏碑了？仅仅凡人身躯便能挡下我全力一击，这根本不是凡人，是潜藏诸天的至高道元。本座乃天外杀伐战皇，今日就算耗尽本源，也要分清高下。一张废弃炼字纸便封死我全部修为，溶解不灭仙骨，文道之力恐怖到无可匹敌。大罗强者一张废纸就能制服，店主究竟是何等恐怖存在？还好我们始终安分排队，从不敢生出半分不敬之心。全部修为都被封了，还把战皇打回了玄武原形。店主的修为真是深不可测呀，连战皇大罗在他手上都撑不过一招。你们给我等着！等本皇破解封印，定让尔等付出代价！方才还欲一刀抹平拓府的大罗至尊，如今沦为任人摆布的观赏异兽，冒犯文道道元，便是这般下场。那便是天外战皇大罗，仅凭一张废纸就被打回原形，实在难以想象。还好我们一向恪守规矩，从来不敢对店主有半分不敬，否则下场恐怕和他一样。鱼缸里那条黑泥鳅独自待着太孤单，正好捡回去给他作伴。我乃东海龙皇，被店主捏成泥鳅困在此处，如今又来了一位天外大罗，原来不止我一人落得这般境地。我执掌天外杀伐，万万想不到有朝一日会困在凡俗鱼缸，与龙族至尊一同沦为观赏玩物。真仙大罗尽数被店主收作观赏之物，文道本源的力量早已超脱一切位面。你也撞过那层钢壁了？撞了3次，每一次都被弹回来。大罗仙力撞上去像豆腐砸石头。这鱼缸看着是普通玻璃，可缸壁上刻的法则纹路，我龙族传承里连记载都没有。别说你大罗仙力，就算再来3个你，也别想出去。你看那些纸，好像是先天灵纹纸，还有那边柜台上的笔是凤凰尾羽，那方茉莉，玄幽黄泉石。我天外之宝库里只有指甲盖那么大一块，还是封在灵匣里的。你再看看对面墙根堆的那叠废纸，每一张上都残留着文道本源的气息，他拿来垫桌脚。你什么时候被扔进来的？比你早半个月。我冲进来抢龙族气运，店主捏着我后柄，
手一攥，我就变小了。你呢？我撕了空间冲下来，一刀劈向店铺。店主抬了抬手，然后我就成这样了。瞅啥瞅？就剩半碗了，你们凑合着吃吧。刚才那1粒米补了我半个月的修为，他随手弹了1粒米，竟让我大罗仙姬解冻了1成。战皇性子桀骜，自持杀伐道，冠绝天外，执意孤身前往文芒山挑衅。如今本源受损，修为封禁，沦为凡俗观赏之物，这就是冒犯文道道元的惨痛前车之鉴。我等万万不可重蹈覆辙。我们都曾阅览上古位面典籍，从未记载人间能诞生压制大罗的凡俗存在。那店主仅凭一张写废的镇字纸，便能瓦解不灭战魂，可见武道总杯的本源之力早已凌驾所有天外法则之上。与其硬碰硬招致灭顶之灾，不如推举3位德厚元老，不带沙发兵器，只携带天外珍稀灵材作为赔礼，亲自下界朝拜谢罪，缓和我天外与文道圣地的关系，杜绝后续冲突。此计最为稳妥。所有人褪去象征大罗全权的鎏金法袍，换上普通粗布麻衣，收敛自身全部威压。到山脚之后，严格遵守拓扑规矩，排队求拓，不得有半分特殊优待。3位大罗前辈亲临，晚辈有失远迎。山下修士繁多，若有需求，晚辈可代为转达。不需多礼，我等今日只是寻常求拓客人，恪守拓扑规矩，排队即可，切莫因我等身份惊扰旁人。那3位老者看着平平无奇，德真人却对他们如此恭敬，定然是顶尖大能。小声些，能安分排队的前辈都不好招惹，咱们安心等候，不可喧哗。晚辈3人是为战皇鲁莽之举前来赔罪，待加天外灵材聊表歉意，还请店主收下。店内只收铜钱灵玉，珍宝无用，想要踏本，按价付钱便可。往日大罗至尊在天外一言定生死，如今跪在凡俗小店门前俯首谢罪。文道纪元之下，再无依靠威压横行的强者。从前仙魔、天外3界各大势力厮杀不断，如今全都甘愿在此排队，仅仅一夜踏稿就能化解万古仇奸。店主之道，无人能及。3位前辈若想每日参悟拓稿，晚辈可每日提前为您预留一份，无需久等长队，不必特殊照料，和寻常修士一同排队，才能真切体会文道包容众生的本迹。往后我3人便留在山脚，充当秩序护法，劝导躁动修士，维持安宁。晚辈一时心急，想要插队，不知前辈在此，多有冒犯。拓扑规矩一视同仁，修为再高也要顺序等候，静下心排队。总杯余韵可洗涤心中烦躁戾气，对你修行大有裨益。山脚那3位老人家心肠实在和善，每日主动帮大家维持秩序，省了我们不少心力。等傍晚多拿几份废稿送给他们，晚辈记下。傍晚整理踏稿之时，单独伸出一册品相完好的废稿，送给3位老者。这人间小店的武道总杯，本源之力足以反弹我等探查神魂，不可贸然亲身下界，稍有不慎便会触发道元反击，损伤万门道体。既然不可靠近，往后每100年派遣混沌使者，携带足量铜钱上山求取拓本，以表我混沌族敬畏之心，绝不滋生半分窥探贪念。整日困在缸里无处散心，撒点小米给你们当个消遣，安分待着，别总冲撞缸壁。这只是店主随手沾过手掌的普通小米，却能修复我龙族受损本源。当年我意气皇身，硬闯拓扑抢夺气运，实在愚蠢之极。我当年自持杀伐道无敌，一指镇字便封死我全部修为。如今能每日分得小米缓慢恢复，已是天大恩赐。往后绝不敢再起半分忤逆心思。堂堂真仙龙族至尊，天外杀伐大罗，如今只为一碗小米安顿蛰伏。店主随手之物都蕴含无下文恩泽，诸天众生都渴求一丝点化机会。晚辈苦修数十万年，瓶颈常年无法突破，只求能进店研磨墨墨，晾晒拓纸，哪怕无任何袍照也心甘情愿。店内研人审墨汁，机阁主人手充足，无需新增杂役。诸位只需每日安分排队够踏，沐浴总杯余晕，同样能化解心魔，松动修行瓶颈。不必执着进店打杂，每日排队沐浴文光。我卡在炼虚境300年，近几日已经有突破征兆，连天外大罗都每日安分数据，
我们静心等候便是最好的修行，切莫强求，打扰店主日常。刚安稳20日不用赶工刻碑拓印，又解锁新业务模块，天天有任务压身。我本只想开个小店安稳糊口，怎么接连摊上诸天大事？店主若是需要人手，分摊新活，晚辈可全天留在院内，负责新业务相关拓印、陈设，绝不耽误您休息。晚辈擅长存写各类文稿、装兵大册，新业务所需文书整理，尽数交于我便可，无需店主费心操劳。我负责研磨顶级墨汁、裁剪纸张，物料筹备全部交给我，保证不会短缺耗材。若有外界大能惊扰元落，晚辈即刻释放太乙灵域阻拦，护店内安宁。不必急于一时，先按往日作息营生，等过几日空闲，再打理新业务。仅仅解锁一道新业务，便能牵动全天地法则。文道纪元的恩泽正在逐步覆盖万族。魔域亿万族人近几日借助总杯余光，心魔尽数消解，杀伐功法彻底废弃，全族改修温和文道。此一字开启完整文道纪元，往后9天10地再无大规模厮杀，万族皆能借文道安稳修行。店主凡心一颗，却正诸天最高大道。刚清闲20余日，不用整日耗在刻碑上，没想到又来一堆新活计。我只想安安稳稳卖拓纸混口饭吃，怎么这么难啊？店主无需烦忧，补道衍生挂稿、推演文书全部交于我打理，每日定量拓印、分类收纳，绝不占用您分毫歇息时间。晚辈擅长抄录各类文道典籍，装兵成套拓册，新产出文稿整理工作由我全包，保证货架随时货源充足。研磨、裁纸、晾晒这些粗活交给我，耗料我会提前备好，不用店主亲自操劳。若有远途大能闻讯赶来喧闹，我立刻铺开太乙灵域阻拦，护住店内安静。那便分好各自活计，不用日夜赶工，按时作息就好。文道恩泽覆盖混沌，沉睡大道尽数苏醒，此纪元源头不可惊扰。你有没有察觉到体内组织多年的修为壁垒正在软化？单单这霞光余韵便助我们突破桎梏。从前仙、妖、魔见面便厮杀，如今同目一道文光，再无半分对立之意。这便是文道纪元的力量。总杯亮一整夜，山下客人怕是又要多上数倍。下午得多踏20套总杯兔面，多攒些铜钱也好修缮铺面。店主放心，午后我提前磨好3桶浓墨，备好足量拓纸，不会耽误出货。辛苦你。拓本依旧10文1张，不论大罗道祖前来，定价一律不变，不可随意抬价。晚辈谨记拓铺规矩，一视同仁，绝不因来贺修为高低区别对待。诸天万族同时朝拜一间凡俗拓铺，万古岁月从未出现过这般景象。你扫了快1个时辰了，那几片叶子来来回回扫了3遍，不累吗？累倒不累，只是想着从前当副院长时，总觉着扫地是下等活气，如今真干上了，反倒觉得心里踏实。你看这石缝里的青苔，我头一岁发现它纹路挺好看。堂堂莫副院长，如今竟研究起青苔纹路了。要是让书院那帮学生看见，他们若也来扫1个月地，兴许比关在屋里读10万年圣贤书握的还多。扫地也是修行。说的倒是，我研墨研了这些日子，才明白什么叫心墨自云。以前站在讲台上讲100遍静心，不如在这儿研1上午墨。墨渊，墙角块青石板缝里还有灰，再扫扫。小梦，今儿墨汁多验2碗，下午课多。店主放心，墙角我这就去扫。墨汁管够，误不了事儿。有你打理店内那活币，我只需要铜钱攒够，便把前后院落扩建1倍，多摆几张货架，存放拓。静下心排队，总杯余光可化解心中戾气，切莫争抢。昔日我们在天外杀伐不断，如今每日排队求拓，才懂文道才是真正大道。总杯始自成形，完整文道纪元开启，这支本源力量足以制衡混沌所有暴虐法则，万万不可贸然下界惊扰源头。我等只可遥遥观望，分出神魂远观文道有殿。若是擅自靠近百里，便会被总杯清光反弹重创到体，得不偿失。往后每100年派遣混沌使者，携带足量铜钱平价求取拓本，以表敬畏，绝不动用混沌至宝强行淬赠。文道本源已锚定，我等前去朝拜道源，不可惊扰那位店长。记住，只行礼拜，不动修为。自总杯刻出始字，
万族修行再无瓶颈之处。混沌道祖都不敢踏足此地，诸天所有势力早已默认此处为唯一道元圣地。从前上山求机缘要浴血厮杀，如今只需要安分排队，人人都能分得文道恩德。这般安顿盛世，全靠那位只愿唾杯误口的店主。丁文道纪元正式开启，本元覆盖诸天万域。店主，今日总杯拓纸备了80张，普通湿拓纸200张，废稿册子50册，随时可以开张。墨汁浓度都调好了，客流翻倍也够用。奇补2类挂稿各备了30份以上，几位大罗前辈预定的也单独留出来了。山脚队伍已经排到山腰了，3位天外大罗元老打头，后头还有天庭将领，都穿着布衣安分排队。今日接待，务必守礼。辛苦你们了。规矩照旧，拓纸10文，废稿1文。大罗道祖来了也不改价，谁要议价，沈墨汁你去挡。晚辈记下了。这杯倒是越看越顺眼。等攒够铜钱，把前院也铺上青石板，下雨天就不怕踩泥了。史字字已经彻底锚定，文道本源覆盖到混沌边缘了，亿万年未有这等景象，不能只遥遥观望了，该去人间朝拜道元，只行礼拜，不动修为，不可惊扰店主。丁，文道纪元正式开启，本元覆盖诸天万域。开不开启的，该拓的杯不还得拓？今天80张总杯拓片，又得忙到天黑。开工。